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要给大家讲好几个事情呀。哎呀，最近的国际社会真的是风云突变，大戏连连呀。标题你们也看了，咱们今天就一件事一件事的说呀。今天节目的最精华的环节就是第二个环节，有惊喜哦，会颠覆你们的世界观哟，会让你们看到最真实的世界哦。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山西这边爆发大规模禽流感的事情啊，李毅还有马保国的事情，我等会儿再说。先来说一说这个和人命相关的事情啊。11月26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防控中心的报告，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三湾大天鹅景区发生野生天鹅 H5N8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该区域栖息野生天鹅4000多只，发病2只，死亡2只。疫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响应机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消毒，全部的病死天鹅均已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其实这个禽流感不光是中国爆发，冬天是禽流感爆发的高峰季节。11月以来，全球已经有很多国家出现了禽流感疫情，包括荷兰、英国、德国、日本还有丹麦，这些国家呢扑杀了几十万只鸡了啊。很多人就关心这个禽流感疫情传人不传人啊。目前来看呢，有专家说这个玩意儿呢不会人传人，但是面具人我对这种玩意儿保持保守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不对？所以呢，对普通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吃没有煮熟的肉类，不接触野生的鸟类，或者是尽量少吃家禽类的食品啊，就算要吃，尽量把它煮得特别熟了再吃，那就应该问题不大，对吧？尽量保持对这种病毒呀啥的警惕心要有。好了，来讲今天的第二个事情啊，就是今天咱们精华的环节，李毅和芳芳呀，还有袁腾飞呀、东哥呀这些事情。公知大乱斗嘛，哎呀，面具人我想起来这种公知大乱斗互相嘴炮的事情，我就觉得恶心。那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李毅在演讲中笑着说中国疫情只死了4000人，和美国死了22万人相比，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嘛，对吧？李毅还说，全球经济现在中国是一枝独秀，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了2027年没问题，美国活不成了。14亿中国人几乎都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美国在整中国，是我们把美国逼得活不下去了。李毅说这个话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了以后呢，李毅就遭到了大批网民的围剿，有网民痛批他冷血没人性。虽然是想讽刺美国，但是呢，每一个数字都是生命。李毅讲话的神态活脱脱的像一个神棍，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也能堂而皇之的夸夸其谈，斯文扫地可耻。在无良的所谓专家眼里人命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已，反正就是类似于痛批李毅的话在网上疯传。那说到这儿李毅扯了大半天，说什么死了4000人呀，22万人呀，你们仔细品品李毅这个话他一方面说中国也死人了，一方面说美国也死人了，然后呢，他李毅自己唱一个黑脸，懂了没？这个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里面的玄机在哪儿李毅说的这种嘲讽的话被网友爆出来了，其实也没啥李毅之前还在台湾搞了个什么武统协会，对吧？最后也被人家台湾人赶出来了，对吧？现在又开始在美国拉仇恨，拉美国的仇恨嘛。那说到美国的疫情你们看好了，这个和新闻自由、阴谋论、政府的宣传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美国的疫情大爆发和政府的管控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现在美国人觉得，哎呀，这个病没啥不可怕，游行集会照常进行。那你说人群一聚集，这样当然要爆发了，对吧？李毅的这个事件是党中央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民粹化的总结和洗白。你们仔细看看习近平政府去年1年多来人民日报呀、微博呀、贴吧呀这些网络平台天天都是针对美国死人了表示幸灾乐祸。现在美国变天了，换人了，拜登和哈里斯已经不止一次强调要团结世界盟友，让美国恢复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那这对于中共来说压力是大大的，
所以呢，中共现在不能亮剑了，不能厉害了我的国了，中共现在要装好人，装怂，知道不？那他之前对美国这么幸灾乐祸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怎么洗白呢？那就把李毅当做一个炮灰扔出来。你们看好啊，现在袁腾飞也好，芳芳也好，东哥也好，都出来声讨李毅了，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你们自己仔细品一品嘛。这种氛围正在向奥巴马时期的中国公知氛围回转。什么氛围？哦，原来大陆还是有不错的民主气氛呀。哦，原来中共开始惩戒这些战狼公知了，开始拔高这些民主公知了啊！是不是把这些狂热的战狼给他踩下去，把这些满嘴民主的、满嘴仁爱道德的人给你捧起来？你们看，芳芳、袁腾飞、东哥都出来抨击李毅了。李毅现在还专门出了一个节目，又是反击芳芳，又是反击新京报，就这样啊，你一嘴我一嘴，你来我往的啊，大家互相都骂得很激动啊。李毅说新京报搞李毅，然后呢，芳芳、袁腾飞就开始抨击李毅。哎呀，面具人，我看这种事情感觉非常恶心。为啥恶心啊？你听面具人，我接下来给你们讲嘛。观众朋友们，你们听说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这种说法没有？在李毅的这件事情上啊，李毅就是很典型的丑角儿。你们仔细观察这个事件的节奏感嘛。李毅说来说去就是你死人了我死人了刚喷了几句，然后呢人家芳芳就是闪电般的迅速的回应了，那袁腾飞也开始回应了，各路民主大师也都开始回应了。李毅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你们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做媒体统战？什么叫做文宣的这个统一的通稿你们想想，一个普通人他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调动所有的媒体资源去抨击一个人的。如果说能做到这种效果，那他背后一定是有庞大的力量作为总指挥的各路民主大师一夜之间各个头条都开始说李毅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和力量在驱动？你们自己仔细想想。咱们再退一步来讲换任何一个人就拿面具人我来说吧面具人我喷芳芳，我喷陈秋实，你说我面具人没有影响力吗？我喷他们的节目都是几十万的播放量，怎么没人回应面具人我呢？对不对那证明面具人我不是组织内的人嘛。面具人我不是这个组织游戏里面的角色呀。 WWE 各位观众朋友们都看过吧，里面分正派约翰塞纳，分反派兰迪尔顿这些的，对吧？他们每周上演摔跤比赛，可是呢，不管正派还是反派，都是 WWE 体制内的人。你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你连上台比划两下的资格都没有，懂了吧？好，咱们再来想一个问题董琼瑶大家听说过没？就是那个泼墨女孩，她泼了习近平的墨以后呢，瞬间就被国保抓了。她现在是个什么下场呢？人被整成白痴神经病了。本来挺瘦的一个精神头不错的小女生，现在给吃药吃成了痴呆大胖子了。可是呢，你看这些别的民主大师呢，还能每个月领4万多块钱跑到泰国去。他们管我4个多月，我他妈整了他妈逼10几万块钱。我在董瑶琼被抓的就不是董瑶琼，在我帮助那个董瑶琼他爸爸这个之后，我是被管控4个半月，每个月我是能领到37000块钱人民币的，就叫管控费。你知道大家知道了吗？这是真实情况。华勇在国内前没说，为什么没说呢？华勇也有私心，这是潜规则，这是民运圈里的一个潜规则。我要兜出去，大伙得不到这个费用咋？第二，华勇要把它兜出去，他妈的，他们这看你华勇吃我喝我，还把我们那个底儿都给兜出去，以后不给我了，我他妈的那什么，我他妈的就是
我他妈也感觉自己也挺亏的。为什么4个半月我他妈加一起，他们管我4个多月，我他妈整了他妈逼10几万块钱。我反正那时候挺有钱，也是使劲花，也挺亏的。为什么4个半月我他妈加一起，我挣了他妈不少钱。你看华勇和董建彪做直播，在国内就有人破门而入吧，就给华勇和董建彪抓起来了吧。我从他妈出国只有20多天，几乎天天出来叨逼叨，天天出来骂，没人抓我呀，对不对？是不是？其实我倒希望他们来抓我，因为证明华勇骂的不好，杀伤力不强。如果我要真正骂的好，杀伤力强，他们也得想办法。这次我找不好，哎呀，华勇啊，你那做直播能赚几个打赏啊？就得像我管控我一样，就跟我谈了。华勇，你做直播能赚几个打赏？你那我说9万。我操！他说我给你9万美金，你休息1个月行吗？这种办法他在国内管控我的时候用过。然后呢，你看东哥家住天安门对面，天天骂着共产党也没事呀，对吧？还有那个芳芳天天骂共产党也没事呀，对不对？那么多的小粉红请愿要把芳芳抓进监狱里面啊，芳芳就是没进监狱嘛，对不对？袁腾飞天天骂共产党不也没事呀？哎，你说这就巧了，袁腾飞、芳芳、东哥还都互相认识。哎，你看他们的照片。观众朋友们，你们别说面具人我胡说啊，你们可以做个试验或者是脑补一下，你们也别说像袁腾飞、芳芳这样骂共产党了，也不让你骂习近平，你就在朋友圈发个中国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然后你们试一试，看看你们的下场如何。哎，就奇了怪了，为啥这帮公知啊、民主大师呀，天天骂共产党？在墙内的他们也敢天天骂共产党啊，在微博上骂，在油管上骂啊，写文章骂，出书骂，怎么他们一点事儿都没有？普通老百姓呢，骂一下共产党立刻就被抓啊！这些民主大师公知骂共产党，还越骂越有名气，越骂越有钱，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其实呀，咱们想一下嘛，你作为统治者，你在无法完全统一人民思想的情况下，比如挺共和反共，还有亲美亲台啊、亲港亲日这些人啊，你无法完全统一他们的思想，你无法完全的掌控他们，怎么办？立标杆呀，对吧？塑造意见领袖呀，塑造偶像呀，然后呢，就可以利用这些标杆、意见领袖、民主大师，分门别类的让这些偶像代表一类人的群体，分管一类人的群体，这样呢，就能把这些人牢牢的控制住，对不对？李毅代表反美战狼，芳芳代表圣母婊，袁腾飞代表谈古论今，顺便反共，江峰代表神，天灭中共，对不对？就像魔兽世界里面说的，亡灵军团必须有一个巫妖王来管理，不然他们会失控的。其实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啊，共产党无论是做什么大数据呀、征信呀、摄像头呀，这些都是为了监控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可控范围逐渐的变大。你们想嘛，如果你对人民的控制能力下降了，人民就有可能反你，对不对？反而呢，把这些人分门别类的圈养起来，然后把他们往错误的道路上越带越偏，才能分化这些人的威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套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管用的。面具人在这里啊，想告诉大家，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了，这些民主大师呀，什么袁腾飞呀、芳芳呀，你不管他是讲独裁还是讲民主，这些人都是依赖着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他才能生存的。他们这些人谁离了共产党都活不成。他们比起在座的各位观众，他们是最不希望共产党倒的那批人。所以呢，面具人我一直强调，
中国人的民主事业那都是极其肮脏恶心的，你从这里看不到一丝的人性，你能看到的都是利用人性赚着最肮脏的黑心钱，知道不？大陆如此，香港如此，台湾如此，大家只是借着民主这个口号来赚自己的，比如9万呐，比如这个众志的几千万的捐款呀，比如某个人呢天天拿着这个微信2维码呀，在油管上，哎，我没钱了，给我打钱，懂了没？观众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只要在墙内高调反共的，绝对都是党的人；墙外高调反共的，也不能排除是党的人，懂了没？玩这种正反两面手法，笔杆子、枪杆子骗人啊，威逼利诱呀，那共产党是你的祖宗，懂了没？啊，你们自己拿屁股想一下嘛，家住天安门对面，天天骂着共产党，居然可以没事儿啊！天天在油管上出节目骂着共产党，居然可以没事儿。普通的小逼民、小草民，还别说是在油管上出节目骂共产党了，就是翻个墙看一下，都要把你抓起来罚款啊，甚至把你关到看守所。你们拿脑子想想嘛，这帮人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不是面具人我胡说嘛，这么矛盾的事儿，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呀，对不对？并且呢，你看这些民主大师天天给你们讲民主，然后呢，你们听了他们的忽悠了以后，哎，你反共了，你泼墨了，然后你被抓了，你变成神经病了，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大房子住着啊，跑车一辆一辆的买，钱越来越多啊，他告诉你，你们要天人合一，你们要清心寡欲，你们要勤俭节约，结果呢，他们呢一顿饭吃个几万块啊，北京的别墅住着啊，兰博基尼开着，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哦对，有一个词儿叫做钓鱼，不知道各位观众听说过没有？懂了吧？嘿嘿嘿，你们仔细看看李毅的这个言论啊，他一边说美国死人了，一边也说中国死人了。然后呢，李毅被骂成臭狗屎，然后这些公知，这些平时潜伏的民主大师啊，全部跳出来了，说哎呀，哪儿的人命都是人命呀，你不能指望美国人死呀，你也不能指望中国人死呀，中美一家亲呀，啊，这个哪儿的人他的命都是很可贵的。然后中共官方也批判李毅，你看这个新京报也批判李毅，等于这就是一个唱双簧，借着这个机会啊，一方面照顾了战狼的情绪，一方面呢，哎，我现在中国要搞中美一家亲了，我现在啊要表现出来我很爱惜人命，我很具有普世价值，你看我的芳芳，我的袁腾飞啊，我的东哥都出来批判李毅了，你看我中共还是很民主的，还是很讲人道的，哎呀，你看我中共多好的，懂了没有？当然了，还能引发民间的口水战，支持李毅的人和支持芳芳的人，大家互相发动群众斗群众，大家互相嘴炮呀，互相骂呀，是不是啊？这样给老百姓也能找点激情发射。好了，来讲今天的第3个话题啊，马保国。马保国被人民日报痛批了啊，被党中央痛批了啊，被人民日报给打假了。人民报不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以混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自诩的马保国，如今知名度窜升。他今年5月在观众面前30秒内被击倒3次，他的武术造诣按说也都摆在眼前了，但最近呢，他失败后的雷人雷语却被热传，俨然要成为了顶级的网红。从霸榜一些平台的鬼畜区，到参加商业演出，再到接拍所谓的励志电影，马保国已经包装出了相当高的商业价值。从他所谓的招数屡屡成为热梗，到马式语言在网络热传，有人说这已然是马保国现象了。如果说就是自己特立独行的表演，谁也没必要特意关注。然而呢，当马保国成为了一种现象，而且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马保国的一些言行呢，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招摇撞骗，说到底呢，就是一场闹剧。口口声声的说弘扬传统武术，实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儿，斥责年轻人不讲武德，他本身却毫无正大光明。
谨言慎行，尊敬传统的武德。马保国首先不讲武德，如果靠哗众取宠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靠招摇撞骗就能扩展商业版图，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马保国背后的人到底想干什么？明眼人都很清楚，无论是商业利益、推波助澜、炒作放大马保国的一些互联网平台什么的，无非就是为了流量至上，背后呢还是利益。然而无论是平台还是资本，蹭热点找卖点的前提都是遵循公序良俗，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呢就会沦为浅薄而拙劣的商业游戏。面具人我觉得人民日报批马保国没什么好说的，面具人个人感觉这个现象就是为了接下来互联网整风做的铺垫。但是在这里你们记住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治下的这个中国的社会闭环很厉害商业空间、媒体空间，包括你的这个学术空间都是闭环，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子。你想赚钱，你想考取功名，你想成名，你想在中国干任何事情，你都离不开关系两个字儿。在习近平的这个年代不存在偶然，只有必然。红色贵族他就是极右翼法西斯物尽其用的。可能前几十年在中国还能找出成功的偶然呀、运气呀之类的，命好之类的，他就能成功。现在你在中国你想成功只有必然，懂了没？必然你能成功的人一定就会成功。比如说贪二代、红色贵族的子女，人家必然会成功。但是你普通老百姓，你不要做什么春秋大梦了你运气好，你偶然能成功。在中国现在这种侥幸是不存在的，懂了没？所有的阶级都给你定死划分好了，你们仔细看一看，现在什么网红呀、流量明星呀，8成9成甚至是9.8成都是有背景的。比如红三代呀，比如哪个当官的子女呀，比如这些富二代呀，知道不？普通老百姓搬砖吧，真的。他们这些人都是利益循环里面的一个环节，懂了没？马保国我也不排除，因为面具人我这么多年的文宣经验告诉我了现在中国没有平白无故的爱，没有凭空的就能把你推向各个网站的首页的这一套说法。你想上各大网站的首页，你要掏钱的，你要掏广告费的，懂没？凭什么推他马保国凭什么这些东哥呀、芳芳呀都在炒作这些人？你们想一下嘛，对不对？现在你想在中国成功，只有在梦里，或者是出国当然了，你出国了，你以后成功了，不要忘记帮助别人，好吗？好了，来讲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伊朗这边出大问题了，闹出人命了。伊朗媒体11月27日报道称，伊朗首屈一指的核科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伊朗最强的核科学家之一，在德黑兰东部的阿布萨德小城的附近遭到暗杀。据目击者介绍，法赫里扎德所乘坐的一辆汽车遭到了袭击，目击者听到了爆炸声和机枪扫射的声响。面具人这里呢还有现场照片，但是呢因为画面太和谐了，这里就不能放了。你们想看到我群里面看Telegram 群里面点那个屏幕下方的简介有 Telegram 群的链接。这个法赫里扎德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也是一名科学家，并且呢在德黑兰的伊马木侯赛因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被西方情报部门指控曾在2000年初期伊朗核武器项目解散前领导了所谓的 AMAD 项目。他还被怀疑此后仍在伊朗私下发展核武器的努力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法赫里扎德生前也一直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资产冻结和旅行限制等制裁。因为安理会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曾经要求对马赫里扎德进行访问，但是呢遭到了德黑兰当局的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曾在一次记者会上点名法赫里扎德，记住这个名字。一说到伊朗的科学家被暗杀了，大家可能都怀疑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对于这一次法赫里扎德被暗杀的事情
以色列方面拒绝予以评论。伊朗国营电视台呢已经确认了法赫里扎德的死讯，并且称将在随后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则报道指，袭击发生后，包括法赫里扎德的保镖在内的伤者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可是呢，抢救无效。伊朗国家电视台网站上公布了一张安全部队封锁道路的照片，网上分享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辆尼桑轿车的挡风玻璃上面有很多弹孔，而且呢有血在路上。不幸的是呢，医疗小组并没有成功的救活法赫里扎德。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还在推特上写道，伊朗将像过去一样为杀害科学家的行为报仇。那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呀，中东人的报复心理还是很严重的。你像以色列的摩萨德呀，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些袭击呀，他们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的。如果说伊朗声称要报仇的话，那真的大概率会出现一系列的行动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谁最害怕伊朗搞核武器？以色列，对吧？那么要做掉这个伊朗的核武器科学家，谁的动机最大？以色列，对吧？而且呢，以色列刚才他对于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以色列也拒绝评论啊，这个举动很奇怪。以色列也不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情，也不反驳，他是拒绝评论。那你们想一下啊，以色列的背后是谁？美国，对吧？美国现在谁是总统？川普，对吧？那正式交接仪式还没有开始，所以呢，川普目前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川普最近把美国的国防部呀、五角大楼的官员搞得天翻地覆的，辞的辞，换的换，是不是？川普还给菲律宾赠送了大量的武器啊，赠送啊。那川普他最近一系列的行为，目的在什么？四处引战，知道吗？为什么要引战呢？开战了以后，川普就可以做战争总统了呀。他做战争总统了以后，他就不用交权了，对不对？他就可以搞什么一系列的紧急状态呀，甚至是清剿国内反对势力啊。然后呢，面具人我是隐隐约约的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啊。你们看啊，川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谁最高兴？伊朗呀。伊朗之前还是挺支持川普的，就在川普大选前几天啊，伊朗的这些各国领袖啊，还高度，伊朗的这些领袖啊，还专门给川普祝贺。伊朗的这些领袖啊，还专门发文支持川普伊朗的这些领袖啊，还专门发文支持川普竞选总统。伊朗的这些领袖啊，还专门发文支持川普连任总统，对不对？并且呢，伊朗极度反对拜登，因为拜登上台要恢复国际秩序，要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重新搞起多边贸易，重新搞起伊朗核协议、朝鲜核协议。拜登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伊朗、朝鲜、中共、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不想看到的，并且呢，拜登胜选了以后呢，伊朗、俄罗斯、中共、朝鲜都对拜登胜选的这个事实表示不接受啊。就到最近啊，中共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啊，才勉为其难的祝贺拜登。所以呢，在反对拜登的这件事情上啊，你看伊朗和川普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呢，你像中共呀、俄罗斯呀、朝鲜在反对拜登的这件事情上和川普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咱们今天的主角是伊朗嘛，咱们就来说伊朗。伊朗在反对拜登的这件事情上和川普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呢，伊朗就有理由配合川普搞什么大事情。只要能帮川普连任，伊朗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因为民主党要搞意识形态嘛，民主党要搞这个核协议嘛，川普无所谓啊，川普只在乎利益，川普只在乎赚钱。所以呢，伊朗可能真的会配合川普搞什么大事情。当然了，以色列的目标跟川普也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要废除伊朗的核武器。川普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很聪明，知道不？他可以这边忽悠以色列啊，你去把伊朗灭了啊，把伊朗的科学家干掉啊，我支持你们废除这个伊朗的核开发能力。那光靠协议是没有用的，怎么样最有用？直接干掉他们的科学人员，这样最有用啊，一了百了，是不是啊？釜底抽薪。然后呢，川普又会给伊朗这边说，哎呀，你看
以色列把你的人干掉了，我现在是美国总统啊，你们开战啊，我美国现在不管啊。然后伊朗一开战啊，你们敢打我们的以色列，好，我们美国也参战，然后呢就进入战争状态了。川普现在真的是想四处引战，知道吗？因为开战了以后才能保住川普的王位啊，对川普最有利。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看政治啊，不要总是非黑即白的去看啊，就像台湾人的这种思维啊，不是绿就是蓝就是红，好像搞得就没有别的颜色了，好像这个红绿蓝就不能互相调色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伊朗、以色列、川普的这种事情啊，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嘛，你们留言告诉我啊，说不定还有别的可能性呢，是不是？